燃烧。广阔的天空，挣脱怀抱，张开了翅膀，我们飞向希望。就算跌倒，不怕嘲笑，继续奔跑。就算烦恼，不会逃跑，坚持到老。失去了全部，还有骄傲。我的人生，我要自己去找。对酒当歌，要深造，吹响青春季节号。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，我们前程知多少？吹响青春季节号，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。对酒当歌要深造，吹响青春季节号。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，我们前程知多少？吹响青春季节号，年少的热情迎着风飘啊飘。然后这个，兄弟，牛啊！你这才刚大一，已经把哥们儿我4年的终极目标全给完成了。刚开学历的目标好像都完成了吧？那你还有没有想干的别的？没想好。没想好，那就慢慢想，玩会儿。走，快走了。不会。来了。马南，你今天那学校招聘会你咋没去啊？你这学期是不是还有课要重修？哎，马南，听说你6门重修，4级没考，毕业难哦。哎，你不如求求老李啊，他之前挺器重你的。你还记得你大一时候的样子吗？这3年你都干嘛去了？从年级第1到倒数第1，这陨石都没有你坠落的快啊！必须是纯粹的人，单纯的人，意志坚定如太阳，内心灼热如火山，这样才不会被马南所吞噬。怎么会有这样的人？哎呀，同学们，你们也在跑步啊？哎呀，年轻真好啊！哎，不要害羞嘛，咱们来一场竞赛吧，我来追你们。哇！马南同学你好，我叫南北跟我说过你2队的教练是吧？小萨，你有什么就直说吧。啊，我叫萨继学。那好，这样我就开门见山了。好，这次请你来呢，就是希望你能加入我们校辩论队，2队的。不加。马南同学，你要相信，对于2队未来的发展，我是有一个周密的计划的。在未来，杀入省赛，击败1队。走上全国巅峰，那都是指日可待的。到时候等你毕业的时候，还能够退休，未来可期呀。然后呢？找份好工作，就跟你一样是吧？只要你努力，是能够达得到的。哎呀，什么是好工作呀？萨老师，你现在留校最起码也得是研究生毕业吧？好不容易混到这个留校，就遇到2队这么个烂摊子，还没法撂，还靠他升职加薪呢。然后好不容易再混个3、5年，混成团委书记，那会儿也得30岁了吧？啊，这就是你说的未来可期。
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我可能刚才话说的有点重。马南同学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。你讲。1518年7月3日，在今天湖北省蕲春县，一个医药世家中，一个婴儿咕咕坠地，他的父母给他取名叫做李时珍。对，你跟我说这些干嘛？这个李时珍呢，医学家、药学家，他创作了192万字的巨著《本草纲目》，还著有《奇经八脉考》《滨湖脉学》等。不是这些东西，我高中课本里都学过。从他的故事里，我们学到了什么呢？他是一位不会被困难所吓倒，不会被成功所迷惑的人。他不屈不挠地迈向了自己的伟大目标，从而不会轻举妄动，稳步向前，而从不后退。他是一位到达了伟大境界，而仍然保持着自己优秀品格的罕见的人。而这样一位出类拔萃、道德高尚的人，却又是那么的谦虚。以至于500多年后的今天，他的《本草纲目》仍具有重要意义。不是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马南同学，你不觉得这种光辉世界很燃吗？你没有被感染到热血沸腾吗？没有。小撒老师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我没说完呢。马南同学。华盛顿跟斧头的故事，你要不要听一下？这都没有燃到他，我还得继续努力呀。马南同学，我一定会拯救你的。哎呦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对，是我。板蓝同学，加入辩论队的事情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付强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吧。我不听，我不听什么名人事迹。不是名人事迹，那是什么？你知道鲑鱼吗？鲑鱼，又叫大马哈鱼，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鱼类。它们生活在淡水的江河湖泊当中，却在大海当中度过了它大部分的成年时光。每到产卵期，它就会不惜千里回游到它的故乡，繁衍下一代。而产卵结束之后，它们就会历尽而死。而生命的传承，就在这回游的周而复始当中，一代又一代。这跟我加不加入辩论队有什么关系啊？是谁在冥冥之中指引着他们？尽管路途当中有人类、大棕熊、白头鹰的围追堵截，他们依然历尽千难万险，勇往直前。这生命的律动，你没有觉得很燃吗？你没有被感染到热血沸腾吗？没有，小撒老师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可是我还没讲完呢。马南，你不想听一下非洲大草原上邓羚羊的故事吗？马南。怎么又是你啊？马南同学，加入辩论队的事情。哎呀，我拒绝，我拒绝。那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哎呀，我不要听啊！什么名人事迹、动物世界，我不要听啊！啊，不是名人事迹，也不是动物世界。那是什么故事啊？在距离地球254万光年的地方，有一个星系。啊，闭嘴！那换一个。马南同学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啊，从你开始玩第一盘的时候。那你怎么不吭一声呢？吓死我！因为我看你玩得很专注，啊，当然呢，我自己也看得入了迷，所以呢，我就没有忍心叫你。等，别过来，别说了。那马南同学，加入辩论队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？你别说了，我是不可能答应的，好吧？那我给你讲一个故事。别，什么名人事迹、动物世界，我都不想听。其实我还是有很多类别其他很燃的故事的。马南同学，马南，让青春燃烧吧，人无再少年呐！马南，
你收拾东西干嘛？我爸发短信让我回去一趟。哦，那个小撒是要……千万不要跟我提小撒这2个字。马南同学，马南同学，马南同，马南同学，人呢？跑了。儿子，怎么突然这么急着跑回家了呀？啊，没事，就回来看看。既然回来了，正好明天一早呢，我们一起办点事儿。办事儿？办什么事儿？不用问了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这什么情况？这是？买房呀？买房啊？不是住的好好的，买什么房呀？不买房拿什么娶媳妇儿啊？哎，不是，你爸不是这意思。我们是说呀，万一你谈女朋友了，要结婚，那到那时候这房价涨的可不是这个数了。是啊，你一上大学，我和你妈就开始规划买房子的事儿。正好现在钱存的差不多了，你也快毕业了，多好啊！哎呀，那个楠楠啊，我跟你爸不是这意思，没有说非得逼着你马上毕业。我是说呀，你看，你也这么大了，崇尚自由，你想选择你将来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？那是你的自由，我跟你爸无权干涉。对对对。但是我跟你爸替你着想，那也是我们的自由啊，你也无权干涉。好，过来看看，快来看这房子，2室2厅，你看这厅多大？还有，你看这阳台，如果把它封起来，还能做个小书房呢。你就是马兰吧？麻烦身份证给我看一下。为什么要我身份证？稍等。啊，没问题。来，你请签个字吧。签。签吧。来，儿子，多吃点菜啊，学校菜肯定都吃腻了。对了，这个月生活费啊，我给你转过去了。谢爸。还需要会客气了。等等，学明吃，我们应该先庆祝一下，我们家小南也是有房一族了呀。是得庆祝一下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别喝完啊。你不能喝，少喝点，对身体不好。哎，老马，那鱼缸的水是不是该换了？你看那鱼都蔫巴了。你抽空换换啊。明天我换。哎呀，这不服老是不行啊！你看这脸，还有这上面，全都白了。是呀，我这眼都花了，看都看不清楚。你呀，花的厉害，这儿看，这儿全是白的。哎，不是让你去理发店染吗？你非得在家染，这不麻烦吗？理发店也就那么回事儿，浪费那钱干啥？这儿好，都没染上。你别着急呀。儿子，鱼缸的水是走了。
上就是有一群我们这样的人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，而对方立场下的这种评价，就是给我们贴上了一种叫做平庸的。每个人当然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，但那应该是在不去剥夺别人选择权利的前提下的。喂，南北，你昨晚去哪儿了？电话也不接。我回了趟家，你帮我个忙呗。说。你去我那个抽屉里，第3个抽屉，找一下我学生证，看一下我学生证号，帮我报个司机。No problem。还有，你们队还缺人吗？来吧，让我带领你们干翻一队。7301号快递是你们的吗？不是吧？打扰了。你说我要那你看新的纸。我来问问你，我那个名报好了吗？报好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决定了，我来当你们的4辩。下面就是大家最期待的紧张刺激的自由辩论环节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双方辩手。谢谢主席，确认一下共识。所谓舒适圈，就是一个能够让年轻人比较自在且能发挥价值的环境，对不对？什么叫比较自在？跟谁比较？发挥什么价值？谁的价值？比较自在就是说，相对于不自在，它是自在的。价值呢，就是说这个环境能帮他实现自我价值。肯老师的舒适圈就是在家吃父母，请问他创造什么价值？他的价值就是给予父母陪伴啊。你养条狗也能陪伴你啊？请问这是他创造的价值吗？这是他自带的价值啊。所以对方辩友对创造价值的定义完全就是牵强附会。您方观点是跳出舒适圈，可是既然舒适圈很舒适，我为什么要跳出去呢？躺着很舒服，为什么我要坐起来呢？这个椅子坐着很舒服，为什么我要站起来呢？因为只有我站起来发言，才可以获得观众们的掌声，不是吗？刚才我方2辩也站起来了，然后卡壳了，所以勇敢的站起来可能收获掌声，也可能收获尴尬，但坐着一定不会尴尬。那如果你们对面4个都不站，那是真尴尬。对方辩友不妨直接点，跳出舒适圈是不是找罪受？不舒适就等于受罪吗？难道不是吗？我去健身这个过程很累，肯定是不舒适的。但是我出了一身汗，我很爽啊，这算不算找罪受呢？健身我觉得很舒适啊。您方这也舒适，那也舒适。总的来说，只要有利于您方的都舒适。您这样让我方很不舒适啊。我是斗鸡灵斗上瘾了。是对方先斗的，谁让他们斗不住？鸡灵斗完了，咱们来看点实际的。日本有很多100年老店，他们在自己的舒适圈内不断深耕，虽然没有出圈，但依然适应的不错，对吗？很多是多少？几百家还是几千家？他们在日本历史中商家占的比例是1/1000还是1/1000？那其他大多数为什么对面不提呢？不论数据，但这个例子至少说明，哪怕我不跳出舒适圈，只要我专注的做好自己，仍旧不会被淘汰。曾经的手机巨头诺基亚专注的贯彻科技以换壳为本来做功能机，请问它现在的手机市场份额又是多少呢？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，东京银座寿司信本店做了120年寿司，在它的舒适圈内不是做得很好吗？为所欲为雅马哈、改行游戏任天堂、不务正业米其林，这些同样的100年老店，哪个不是跳出舒适圈之后而世界闻名的？倒是您说的那家寿司店，
我是真没听说过。雅马哈造船的同时，也没有放弃修琴的本行；米其林解美食指南也没有耽误造轮胎。他们不是跳出了舒适圈，而是不断的拓开边界，扩大自己的舒适圈。这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？米其林和雅马哈的拓展基于他们的100年基业，而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年轻人呢，我们有的只是10年寒窗而已。我们的舒适圈不过是脚下的立锥之地。对方辩友到底是有多恋旧，就是不肯跳出去呢？可是对方辩友，难道我没有选择留在舒适圈里的权利吗？难道年轻人就一定要被奋斗拼搏这样的鸡汤绑架吗？我不能待在舒适圈里岁月静好，这样不行吗？当然可以，但感谢反方4辩的精彩陈词，下面就是本场比赛最后的正方总结陈词。接下来有请正方4辩。谢谢。对面刚才问我们到底有没有不跳出舒适圈的权利？当然有。面对生死，我们有选择求生不死的权利；面对利害，我们有选择趋利避害的权利。但为何古今多人人志士，处处传慷慨悲歌呢？因为除了权利之外，我们还有责任、担当和未来。对于年轻人而言，什么是舒适圈呢？对面今天用了大量的遣词造句来试图圈定舒适圈的范围，我认为大可不必。什么是舒适圈？一份做起来还不错的工作，一处住起来还不错的住处，一个生活起来还不错的环境。也许你可以把舒适圈定义为还不错，但当你要转专业，想要换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会万般纠结，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还不错的1亩3分地，转了专业换了工作会更好吗？不知道，但是跳出会让更好成为一种可能。这个时候，还不错的舒适圈反而会变成限制我们的紧箍咒。我方认为，舒适圈的本质绝不是还不错，它是一种行为习惯，一种生活惯性，而惯性是一种巨大而可怕的力量。当你在你的舒适圈里越得心应手的时候，你就越习惯于控制这里的一切。一旦你习以为常，到底是谁控制了谁呢？有同学带点到逃课，他不香吗？总是有新生向你打听学校内幕，他不帅吗？不用面对社会的残酷，没有赚钱能力养家，又如何呢？一旦你沉醉在这一方天地中时，学校到底是你的舒适圈，还是养老院呢？当我们把习惯变成追求，当我们沉醉于桃花源中无论未尽，当我们习惯了我们一切的习惯的时候，即使有一天，你发现你的舒适圈是楚门的世界，可你却早已习惯于洞中方一日，又怎能面对世上已千年？谢谢。本场比赛的结果现在已经在我手上了，接下来我宣布，本场辩论赛的获胜方是正方东周财经大学辩论队。喂，爸。哎，小南啊，你那个银行账号是多少啊？啊，没事儿。这周末我再回去一趟，跟家里人吃个饭。好久没回去了。啊，行。啊，钱不用打，我现在兼职呢，不用打钱啊。不是，你现在银行账号里啊，每个月要固定有6000块钱，每个月月底的要还房贷，你可要加油啊。
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来复盘上一场比赛。我们虽然在比赛当中获得了胜利，但是却暴露出了很多问题。今天我们就来找问题，谁先说？大家这次其实表现的都挺好的，谢谢唐姐。我们有谁想总结一下呀？南北，你耍赖！复完盘我请客吃炸鸡啊！我觉得呀，这场比赛最大的功臣应该是穆小玉同学，她呀绝对的奶妈。哎呦，你也不错嘛。不过呀，咱们的大功臣还是我们的一辩唐豪姐，你的发言稿那是使我们旗开得胜。没有，主要是还有我们的灵魂4点马南同学。还有我这儿呢。那我呢？盘子，你作为我们的后勤组组长和我们的后啦啦队队长呢，你的发挥那简直是堪称完美，你让对面的啦啦队那都不敢吱声了。真的？真的。行，住手！停止这一轮的商业互捧。我们今天的议题主题就是找问题。哪儿那么多问题呀，萨教练，咱能不能别那么吹毛求疵啊？晚上吃火锅啊，我觉得大问题没有，小问题还是有的啊。咱们中间呀被绕进去了，当然及时脱开了。你在指桑骂谁呢你？中间到底是因为谁被对方的那个逻辑绕进去了？南北同学，我说，主要还是我的问题，我的立论还不够完善。小姐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主要是那个姓马的，他就不该说那话。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主要是我的框架不够完整，让对方钻了漏洞。行了，我原谅你了。我说，你们打了这么多年比赛，就这水平啊？一个个推的比我兜还干净。好了，还是靠我吧。下面呢，就由我来给大家复盘一下。二队最大的问题就是2队。怎么哪儿都有你呀？你们队伍最大的问题就是诠释问题。哎呦喂！哎，冷静，我们现在都是校队，也互帮互助。定过规矩吧？这个教室8点之后是我用。到点了吗？没到点儿，你们。好了，同学们，都是学校的队伍，没有必要一见面就这么剑拔弩张的吧？总还是有办法可以各取所需的。各取所需没错，所以现在我们需要用这间教室了。冷静，交给我。怎么样？空气清新吧？教室里面空气不流通，影响思路。好啦，天将降大任嘛，想开点。我接着复盘哈。上一场比赛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问题，谁也跑不掉。总结起来就是4点：姜、四、秀、佛。讨好你是姜，讨好你的一辩位非常优秀，立论大齐，定义辨析做的都非常好。当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，你都会第一时间出现。但是，当无关于此的时候，却完全看不见你。你的一辩标签太过于明显。以至于你什么时候出现，什么时候不出现，让对手猜得一清二楚，到最后会不给你任何的发挥空间，太僵了，明白吗？4是南北啊，南北你2辩位主守，守的也很好，但是没让你死守城池，龟缩不出吧？该进攻时则进攻，对不对？我不进攻，要进你进吧，你伺候娘娘去吧，我不伺候。把你这些俏皮话都用在进攻上。相比于南北的死，小鱼你就是太秀了。优秀的秀吗？不是。大家看一下比赛记录啊，全场33次进攻，你自己占了25次。只要是有进攻机会就玩命的抓，但是完全不管这次进攻能不能作用于我们的主逻辑。所以呢，在你的25次进攻中，只有10次推动了立论，剩下的呢都是在抖包袱。知道的这是辩论，不知道的以为你说相声。以后不许这么秀啊！团子，你很好。最后我们来说一下马南，马南的结辩很优秀，可以说是非常优秀。但是，在你结辩之外，你好歹说句话吧。以你的能力，不查缺补漏，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？太佛了。可以啊，小萨。萨教练，萨教练深藏不露啊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你们的所有问题。
下一场比赛对咱们来讲非常重要，而且时间越来越近了。明天咱们早上开一个会，制定一下战术。今天就到这里，我还要跟老教练。哎，等会儿，火锅炸鸡呢？散会。你教练拿反了，你手机拿反。咳嗽了吧？哎，你手机拿反了。那我也先走了。小姐，你这几天胃不舒服，你就别去了嘛。已经好多了，而且我约了男朋友。男朋友嘛，就改天呗。我们约好了，而且他已经在等我了。哎呀，小鱼，这你就不懂啦。爱情的力量是可以治愈一切的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小姐最近看起来好像很累的样子。真怕她身体会累垮。他学生会的事情本来就很多，最近又开始在公司实习。是啊，听说了，他实习的那个部门啊，其他员工都快退休了，因为他把所有事都干完了。真怕他坚持不住啊！你来干嘛？我就来随便逛逛啊。你们都用过安教室了，我应该可以进来吧？我都跟你说了，不要给我带这种甜食。这个是我给我自己准备的。哦，那你继续。那黄金的颜色，酥脆的声响，浓浓的奶香，香滑甜蜜。学长，啊？你没事吧？我看你刚刚一直在发呆啊。哦，我没事。你是想吃一个吗？我可以吗？当然了。不好意思。吃什么？都行吧。拉面。火锅吧。哦，对，你胃不舒服。
那咱们吃拉面吧。你一说吃火锅，我突然想吃火锅了，就火锅吧。你行不行？你不用每次都迁就我。我没有迁就你，我是真的想吃。我就是随口一说，要不咱们茶餐厅吧？你就当陪我吃吧。你确定？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小豪姐怎么又胃疼了？咱俩要不先把药送回去吧，那白。人家都出去约会了，哪能回来那么快啊？我觉得男朋友真是，身体本来就不舒服，不在寝室好好躺着，出去约什么会？小豪姐你还不了解啊？只有他迁就别人的份儿，别人哪能迁就他呀？迁就一次，他得难受好几天。什么叫别人啊？那不是男女朋友吗？男朋友，迁就你家女朋友怎么了？哎，那有个奶茶店，渴不渴？我也刚才吃的有点饱。我请客。炒大杯。38一杯，这么贵，这么多人排队。我们今天搞促销，情侣买1送1。宝宝有你真好。感恩有你。你放开了吗？别急啊，还没有脱离视野范围内。你什么味儿啊？你那什么味儿啊？我不知道，我这凤梨的。我是。大家是不是拿错了？哎呀，这不写着呢吗？写着呢吗？能不能放开？差不多。快点！不会是我在辩论队的名气太大了，认出我来了？就是他。一看今天就是个可以一举成名的日子，让我们继续训练吧。走起！我们一队要训练了，请吧。你那俩窟窿长的是干嘛呢？看不着点儿啊？我们一队明天要比赛，很重要的那种，所以现在就要训练。我们之前说好的8点之前归我们用，一切节日全归一队所有。冷静，我来。孩子们，出来呼吸一下大自然的芬芳，有没有觉着心情舒畅啊？怎么了？这是？就这么出来怂不怂啊？就是，我们又不是打不过他们，大不了我们去跟老教练一起叙叙旧嘛。没错，你就不能再坚持一会儿吗，小撒？至少要等到刘彦泽来啊。大家别这么针锋相对的，毕竟我们都是校队，总这样不利于2队建设。你看，还是小好觉悟高。我们现在千万不要被这些外界因素所干扰。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拿下下一场比赛。只要拿下这场比赛，我们就有了话语权。下一场比赛，我们要面临的就是传说中稳扎稳打的妇联学院。这支队伍很迷啊，实力深不可测，但是他们却参加了这样末流的秋艺杯大学生辩论赛，那是谁都没有想到的。我打赌的时候报名的时候手滑了。我赌1块钱。那我赌1块5吧。好了，那就让咱们来看一下对方的阵容配置。哎呀！一辩，王文静，号称是行走的历史书，逻辑清晰，非常擅长历史佐证。上知诗词歌赋，下知人情世故，爱好是钻木取火，还曾荣获过最佳环保奖。哇，400就能。二辩，赵成功，最擅长偷换概念，快速攻击，让对手防不胜防，经常把对手绕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三辩，格林，福林校草，学霸男神级。最擅长在攻防之间找到细微的漏洞，一击必杀，号称是苏格拉底的嫡传弟子。是蛮帅的，不过这差远了。我抵制校草。
我抵制，我就抵制。四辩龚华清知识储备量非常丰富，他的辩词非常有代入感，很容易达到共鸣，情感派主力人物。来看一下。从手段上升为目的的时候，人就从主人沦落为了奴隶。他们这语速也太快了，等咱们说完，人都要颁奖了。所以，加强语速很重要，这也就是咱们的下一步，练口条。现在这语言形式范儿早就过气了，咱现在都追求内容，好不好？那只是一家之词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。辩论它不只是考逻辑和这个知识储备，如果你的口条和声音条件都跟一线主持人一样，那多赏心悦目啊，对吧？说得好，而且只是一些小训练，平时在你们唠嗑、吵架、唱 K、练 rap、上厕所的时候都可以练一练。一位著名的戏剧学院台词教授曾经这样告诉我们：台词是在生活当中练出来的，所以说要融入生活。好了，闲言少叙，孩儿们给爷爷操练起来。干什么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坐。干什么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到底发展到什么情况了？什么？不是我。你跟南北的图被曝光了。我跟南北有什么图？你看，这是不是你跟南北？每日都更新的。你的谦虚，统统都删去，写一首情歌给你，唱不出委婉待续。我把心也填满了空隙，只留下回忆。写一首情歌给你，唱不出委婉待续。我把你的气息，你的谦虚，统统都删去，写一首情歌给你，唱不出委